起这么早，不多躺一会儿？这才是我们回来的第一天，我要去黑羽。我送你过去。你不去？我去给盖布里埃尔买个新的猫窝。哇，这是给我带的礼物，好可爱！听说您去了罗开卡国，那里感觉怎么样？我们参加了篝火节，这个就是在集市上找到的。黑泽尔先生怎么没和您一起来黑羽？笨蛋，好烂的借口，鬼鬼祟祟的，到底要去干什么？队长，你来了。啊，加兰，和我出去一趟。好，故意避开尼尔是很严重的情况。的确是非常棘手的事，而且不止一件。掀开。塔米，我之前在新人课堂上见过他。当初那个奇怪的新人，我记得当初在训练新人的课上，他很厉害，连他也被。在我们去斯诺斯的时候，塔米参加了那次的新人训练，然后他就失踪了。后来在后山找到了他的尸体，一开始只当个案处理，但是最近陆续不断发生这样的案情，这让我想到之前遇到的蝉也会将人稀释成干尸。不同的是，有人拥有的是一些外显的能力，凶手偷走了他们。我们怀疑他就是为了吸食能力而来，这不是一般的恶魔能做到的。这倒是像噬洞的那个恶魔。我也有这样的怀疑，可能是在那次噬洞之战元气大伤，所以这次的袭击针对黑羽的新人。那些阿斯莫德的门徒，他们似乎一直没有放弃。阿斯莫德的门徒中，是不是还有个叫阿萨内修斯的？有所耳闻，有人称他是阿斯莫德的影子。自从阿斯莫德在封印之处意外失踪之后，他们一直都在等一个时机，让阿斯莫德复活。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的话，那将是一场大灾难。那另一件呢？另一件就是皇室那边也有贵族接连死去，他们被虐杀，是以各种非常残忍的手法。我会着手调查这件事。尼尔那边我很担心他，还是先不让他知道。好，我可以在下午闲聊的时候问他有没有印象。那次的新人训练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啊。再想想呢？非要说的话，有个绿色头发的人和我搭话。哎，这么说好像好久没看到他了。奇怪，我先去一趟资料室。是，我把这些整理完就……副队，副队。他怎么又这副样子了？好像不是很稳定，总是这样变来变去的。果然靠一个简单的湖水也不会有什么。卢克，你坐下。是。之前那个咒符你看过了吗？是一个几百年前已经消失的族群留下的文字，他们曾经生活在金士兰德那一带。先别扯那么远，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是，消失了几百年，文字已经失传，恐怕是要找到那个族群的亡魂了。已经消失了几百年，掘了他们的墓不成？恐怕连墓都找不到，他们是被金士兰德灭族的。这不是死路一条了？倒也不是，当时他们的饰品很多都是人骨制成，如果能找到还流传于世的，询问上面残存的灵魂。这个世界谁会来敲门？黑泽尔先生，不好了，副队他……副队他晕过去了，他吐了好多血，我给他擦了很久，尤娜什么都不肯说。怎么比之前还要严重？这样拖下去不行，必须要让霍克知道。要选在没有云朵遮蔽月亮的夜晚，头顶向着东方。至于到底要不要看到未来，这一切由你决定。好的坏的，未来终究无法改变。进来。要不要喝水？你往我的手上放了什么东西？冷冰冰的。怀表，你把它给我了。它本来就是你的。我的情况是不是很不好？算了，不问你我也知道。别再想当然了，反正都在一起了，我拿着它有什么用？等这次好起来，就去海边钓鱼吧。今天的花怎么是蓝色的？公主殿下，黑泽尔·布尔金公爵在门口等候，他来做什么？就说我不在。好久不见啊，亲爱的哥哥，您能从窗户钻进来找我，妹妹我真是荣幸。
和文雅的人在一起，你可是一点也没学会。废话少说，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收藏品里有没有瓦莱里亚族的东西？什么啊？当然是有用。那可是很珍贵的东西，别以为帮我的一个小忙就想要这种报酬。不是我要，嘉兰现在情况很不好。情况不好？我都已经把人交给你，好好的一个人，你怎么养成那样了？少啰嗦，赶紧给我。这就是全部了，全都是在金士兰德那边得到的。谢了。等等，最近皇室之中发生的事，你也应该知道吧？贵族们陆续惨死，现在外界都在传是你干的。当年那场大火，燃烧至今了。你怎么自己跑到阳台去了？想什么？我吹吹风而已。你不用担心，我纠正我曾经说过的话。我的生命困在泥泞的沼泽里，是你带我走了出去，所以我会和你一起面对。喂，我可以自己走路。没情调，我想抱着你走而已。出来吹风为什么光着脚？刚才的话你要说到做到。给你看样东西。这些是？这东西是瓦莱里亚族的人骨石物，如果能召唤出残留的灵魂，让他读出上面的字，就可以弄到救你的方法。你从哪里抢来的？我在你心目中就这样蛮横无理吗？你好，是个孩子，头骨被做成9倍，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胆子很小啊！再把他喊出来。算了，让他先在这里熟悉一下吧，明天我再试试。贵族皇室的13起连环命案，有3个不超过12岁的孩子，其中有1名婴儿被扒皮了，皮肤内我们发现了刻字，看起来是玩笑这2个字。哎，队长，皇室派来了督察组，说是明天要来协助调查。另外的要求是尽快出尸检报告，复原尸体。这么不合理的要求是用屁股想出来的吗？有些尸体基本上都快成碎肉了。既然他们要，就把那些尸体送过去。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我们发现针对黑羽星人的袭击和对贵族们的连环案件有些相似的地方。副队，你不是在休息吗？你的身体怎么样了？你不是也在这儿吗？你在这儿都偷听到什么了？事情很严重，因为案件涉及到贵族皇室，派来了督察组。各位是在等我吗？啊！下午好，女王陛下特派我们赛奇家族来督促猎犬们做好本职工作。赛奇家族是派来的督察组，他们怎么现在就到了？舞会上，公主提起过这个名字。赛奇他们也好久没看见你了。原来督察组是贵族把持啊！您好，我是黑羽的成员加兰诺伊斯。黑羽的成员，看上去不像驱魔师，倒像是女王的仪仗队。承蒙阁下的夸奖，这次的案件相当复杂，我相信优秀的赛奇家族不会是个只会评价外貌的肤浅的人。打扰了，队长就在里面。这是看到气氛不对，在维护我吗？怎么有种孩子长大了的感觉？听了这么久，这些鼻孔朝天的贵族只会说些没营养的废话。这次之所以提前过来，是因为听到了一件稀奇事。听说某位高高在上的大人，不知道是不是城堡里的美酒喝腻了。很多人在之前那次舞会上见过黑泽尔，外界就传出了黑泽尔与黑羽有联系，藏着什么宝藏不成？得告诉黑泽尔才行。我能感受到他为了防止恶魔的侵袭，设置在周围的结界。可是人跑到哪里去了？算了，先看看案情。贵族萨拉查被人杀死在圣索尔特教堂里，他被人摆成了跪拜的姿势，凶手仿佛是让他赎罪。圣索尔教堂的气味很典型，是用橙花和百合味道的熏香。橙花和百合。昨天晚上他好像出去过，是早上送尼尔的时候吗？奇怪，他会用橙花和百合味的香水吗？时间也对得上，是队长和我们说梅菲尔德的时候，夜晚的时候，我隐约感觉到他好像出去了一趟。第二天，黑泽尔的身上就有了橙花和百合的香味。那个时间他在干什么呢？盖布里埃尔，别再玩那个杯子了。那些人的话意有所指，很明显会去找黑泽尔的麻烦，毕竟是皇室派来的人。先等他回来。没人理他，就又自己从杯子里出来了吗？果然还是小孩子。要一起吃饭吗？苹果派怎么样？还是喝燕麦奶吧。我哥哥做饭也是这么难吃，
他很幸运被立刻绞死，然后埋入了乱葬岗，而我被一直困在这个杯子里，作为金世兰德的战利品。你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小朋友，也许你们年纪差不多呢。他也喜欢苹果派吗？或许我们可以找到方法让你从杯子里解脱出来，可能需要一个仪式，还需要一些时间。以我现在的情况，没办法完成这么复杂的仪式，怎么感觉晕乎乎的？您找了一整天瓦莱里亚族的东西，家里那个杯子是个小孩子，可能连字都不认识，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嘘，他好像睡着了。喝了酒，嘉兰，我绝不会让你停止心跳。杀了我！杀了我，黑泽尔！绝不会让预言重现。黑泽尔，是我。一喝酒就这么主动，喝酒会让人变得诚实，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吧，嘉兰大人。赛奇，这次不是赛拉变成赛奇了？黑羽督察组来找你麻烦了。赛奇，我们好像是就见过面，是那个胆小鬼泰特赛奇。离那个怪物远点。我可不会怕那个懦弱的老鼠，正巧想找赛奇家族叙叙旧呢。我去给你做点鸡肉浓汤吧。队长来找我们的那天夜里，你去做什么了？那么久之前的事，我怎么会记得？我可不是质疑，我只是担心。难受就不要喝那么多酒。因为太担心，所以没仔细看，我以为是牛奶。现在的我能为黑泽尔做什么呢？直到现在，他也很少和我说出过他的痛苦，他的母亲惨烈的逝世，盖布里埃尔为何死去，关于他的经历，这都是卢克告诉我的。如果我是他呢？一想到那些仇人还活在这个世界，我是否还能做到所谓100%的正义？不过，我还是相信他不会做出让孩子失手分离的行为。我的胳膊又没事，这样的吃饭有点别扭。谁刚才还搂着我不放呢？你是我的爱人，所以我永远是你的后盾，我会尽全力帮你。黑泽尔·布尔金，我爱你。印记已经延伸到前胸了吗？不来吗？我怕喝醉的爱人第二天头疼，我看着你睡。他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别回头看我，我有点害怕。看来是听到我和卢克的谈话了。我是瓦莱里亚族的王子，所以从小就开始学习文字了。我知道你们可以帮我，我想解脱，我同意这个交易。替我谢谢他的燕麦甜酒。南部天空出现了类似于噬洞的东西，恶魔们聚集在一起，难道血月又要出现了吗？好像有点喘不过来气，难道心脏也会对这样的事有所感应？不好了，队长！副队，南部有一些紧急情况，霍克立刻赶过去处理了，所以今天我代班。有什么事？督察组那些人一直在找麻烦，他们要让他们如果有什么高见去会议室吧，我去见他们。是。我就直接开门见山说好了，受害者名单、调查报告我已看过，这更加确定我之前的推测。谁都明白，公爵与皇室的受害人有2代的仇恨。想必你也知道，黑羽成员接连遇害与皇族遇害案之间有几起相应的联系。黑羽的成员遇害被吸收了能力，那么下一起贵族的遇害案就会被该能力杀害。布尔金公爵他有着禁忌的血脉，这已经是个众所周知的秘密了。一边吞噬着他人的能力，一边对过去展开报复，也只有他能做到如此程度。仅凭这些推论，恐怕难以对特定的人定罪吧？当然不是仅凭这些推论，我们的人在教堂里发现了确切的证据。眼见为实，我会亲自去确认。尼尔，副队，尼尔，我要带着泰特、塔尼亚和督察组去圣索尔特教堂。黑泽尔下午会来接我，如果我还没回来，替我转达一下。好的，副队。
这里已经被封禁，保持着最初的状态。萨拉查子爵在此处遇害，虽然是赎罪的姿势，可尸体并没有面对十字架，而是朝向西北方。那个方向曾经被烧死过一个人。你们新的发现呢？就在烛台的灰烬之中。凶手是从这个窗户离开的，而他旁边的烛台上，蜡烛中有着衣物燃烧的余烬。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到达的高度，也不是一般凶手的逃跑路线。我们取下了一部分，这种衣物燃烧后缩成团状，有毛发烧焦味，灰烬呈灰褐色小球状。这种残状物只有丝质材料燃烧后才会产生。织物里还有金线，这可不是平民用得起的东西。这些证物也无法作为关键证据，只能证明凶手是个有钱人。所以需要人证。我知道你和什么意思？需要我做伪装证？我劝你再仔细看清楚点，也许你见过这件金丝衣料。不好意思，没见过。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这些贵族怎么会有这种特殊的能力？副队，我没事。他们也像保尔森那样，以身体化为武器攻击。他们与恶魔签订契约了。案件还未查清楚，何必如此大动干戈？你和黑泽尔·波尔金是同党，我们当然要一致抓捕审问。是恼羞成怒了。我与保尔森交过手，知道他们的攻击方式。认输吧，再打下去你们会死的。你看看身后呢，不顾你队员的安危了吗？恶魔全都倾巢而出，这不就是当年石董出现之前的那种征兆吗？附近的居民都疏散了吗？队长，军队人手不够，他们去哪儿了？沃德尔监狱。您为什么把银灰军团都调到沃德尔监狱去？我们明明身处耶格尔地下牢狱。沃尔德那么大阵仗，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们在沃尔德监狱。黑泽尔·波尔金也不例外。如果他能去沃尔德解救黑羽的人，将会被军团抓捕。况且从沃尔德监狱到耶格尔地下牢狱的距离，这段时间足够我们与证人达成共识了。我们这么做，经过女王陛下的同意了吗？你还不明白，他赐予我权杖，就代表帝国已经放弃这个残暴的继承人了。如果黑泽尔·波尔金的罪名成立，那么最有可能掌权的将是赛奇家族。是我逾越了，赛奇大人。他们故意将军团调入沃尔德，目的是将黑泽尔引到沃尔德监狱，踏入他们提前布置的陷阱。他一定要找一个有力的证人当垫背，这样如果事后被问责，就能全身而退。是我大意了。这些贵族当初就是因为恐惧恶魔的能力，才将黑泽尔母亲烧死，如今却为了权力，不惜与恶魔交易。待在这里的感觉怎么样？如果你识相点，就能在宫殿里，而不是地下监狱了。你们怎么会获得那些能力的？他们的能力甚至超过了当初的保尔森。现在的局势好像是该我问你吧？不过你已经没有反悔时间了。但你不是为了逼供，而是制造一个有力的证人。这些绳子会像扎进肉里生长一样，不用费力挣扎了。搜身了吗？搜了，没什么特别的。非要说的话，他的身上带着一条蓝宝石项链。这些犯人比想象中的更狡猾，所以我有必要再检查一遍。我得想办法让黑泽尔知道这件事。这是和公爵大人之间的情趣吗？看起来的确没什么特别的。没错，普通的蓝宝石而已。如果能激怒这个自大的家伙，把项链拿下来，你如果缺钱，用这珠宝倒是可以给你置换一块不错的墓地了。黑泽尔很快会知道我们正确的方位。现在他把项链摘下来了，他接受了恶魔的力量，所以也能闻到阿斯莫德的味道。大人，桑普尔准备好了。桑普尔是，好像在哪听过这个名字。大人，开始吧。差点忘了，给我吃了什么？好好表现吧。这是多次使用禁咒被反噬的脸。听到了。你是我的爱人，所以我永远是你的后盾，我会尽全力帮你。黑泽尔，我爱人，谁？你是谁？黑泽尔·波尔金。告诉我，黑羽的副队长大人，你看到了吧？公爵的罪行。
说呀？赶紧说出来！这是怎么回事？赛季大人，有大批的恶魔聚集了过来，我们的守卫撑不住了。什么？看到了，这个秘密通道的确可以通往耶格尔地下监牢。恶魔聚集在这边，果然是因为迦兰在里面，但可以确定项链被摘掉了。的确在里面，旁边好像还有督察组的人。这地牢结构复杂，岔路纵横交错，有无数的出入口，很容易迷失在其中。一定要顺着探谷的路线前进。还有其他人，啾啾感觉到危险，被吓跑了。不是人类，是恶魔。没错，我能感觉到这里散发出的强大力量。红月的力量开始显现，恶魔都不再躲藏了。黑羽的人已经守在外围，看来要有不可避免的恶战。走吧，一定要时刻跟紧我们。好，这里被大批恶魔侵入过，到处都是被恶魔吃剩的尸体残骸，就在这附近。好久不见，这可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立刻走另一个通道，把他也带出去。是，赛季大人。晚上好。啊，你怎么来了？虽然答应你把人带走，但这好像和现实说的时间不一样嘛。真遗憾，你把我们要的人折腾成这样，我们的计划提前了。还不是因为你们找来的那个叫桑普尔的人，他……别走，我好不容易做到这一步，你不顾我们的契约了。恶魔从不说谎，只是将人类的欲望酝酿成美味的毒酒。现在交易结束，你的能力也会被收回。能力收回？祝你度过愉快的能力。还给我呀，骗子！你先去找迦兰，这里我和尼尔就可以。好，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副队，恶魔来过这里，明明越来越接近才对，却感应不到他的存在。迦兰，项链在这里，他被人从这里带走了。是你，迦兰呢？你找不到他，黑泽尔波尔金。我找到他之后，很快会送你们父子团聚。我说的没错，那些案子一定是你。迦兰应该刚刚就在这里，没错。这里残留的能量，又是通过他们的那种可以跨越空间的漩涡把迦兰带走。这是来不及了，快带他们撤离！血月，塔罗马迪，我曾经感应到他的接近，没想到近在眼前。红月终于出现了吗？小心！阿萨内修斯大人，多么完美的一天！这个世界即将来临的战乱、瘟疫、严寒与饥荒，与恶魔的忠实信徒，这是千载难逢的奇迹。血月重现，阿斯莫德的力量完全成熟。末日的钟摆已经开始敲响。你没事吧？没事。这里为什么感觉这么熟悉？来，这里很危险，跟着我。好。队长，队长！原来我们之前在市洞打过仗，我亲眼确认过你的死亡。你是怎么骗过死神的？死的人是你吧？对，霍克。刚才那个我是恶魔制造的幻象。怎么还是让你来到这里了？
看我在那里哭，你心里一定在暗自偷笑吧？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少这么一本。喂，地狱吵架吧！恶魔的巢穴就在石洞的最深处，通向那里的只有一条道路，仿佛有意指引着人向那里前进。现在距离阿斯莫德复活还有一段时间，石洞通常不会持续那么久，他的使徒们就已经迫不及待了吗？阿斯莫德，我将以叛徒之名篡夺你的力量，而非跪迎你的亡魂复苏。面对唾手可得的力量与权力，恶魔只会选择独享。我就是盖布里埃尔。还记得那个下午吗？我们躺在这里吹风。盖布里埃尔，是你在说话？没错，一直以来我都想告诉你，我本该在当年那次意外中死去。我期盼我的生命能跟随季节，我期待我的尸体化为泥土，风把它们吹散，然后逐渐消亡。无限的生命对我而言毫无意义，更何况是强人呢？来，孩子，怎么才回来？我一直在等你。怎么样，黑泽儿？很好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你还那么小，我就让你独自留下了，一定很孤独，很痛苦吧？妈妈该带着你一起离开的。我的手反倒被吞噬了。阿斯莫德，原来你为了防止心脏被夺取，还留下了这么一手。一旦借用这副躯体复活，阿斯莫德会第一时间杀了我这个背叛他的门徒。伊莎多拉的孩子不已经闯入尸洞，苦苦寻找他吗？伊莎多拉的孩子不正在寻找眼前这个人吗？恶魔一旦生长出良知的毒牙，就会落得和伊莎多拉一样的下场。他被爱冲昏头脑，冠以约克金性之时，就注定了他的结局。看来你的孩子也要重蹈覆辙。这一切都是假的，我还在石洞里。加兰，加兰，你怎么？实在太痛了，心脏的痛苦要把我撕碎了。每当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的时候，却又被你阻拦了下来。黑泽尔，你每次都在自以为是。你当初放过了莱西，让他在湖水里解脱，如今就也放过我。加兰，我不是在强忍。吃胖了。等我回来。他们愿意感受这个世界的微风，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的生命困在泥泞的沼泽里，是你带我走了出去。黑泽尔·布尔金，我爱你。差点就被石洞骗过去。血，这里举行过仪式。晚了吗？不，无意识攻击，恶魔还没完全占据他的身体。江兰，醒醒！这里是……恶魔不见了。他把我们扔到了灵魂沼泽。萨利、塔米，全部都是我们黑羽的成员。他们已经是躯壳了，是披着人类外衣的怪物。不要被迷惑，即使是我向你挥刀，也要毫不犹豫地杀死。我们要速战速决，石洞里还有其他人等着我们解救。我明白。奇怪的是，恶魔为什么突然走掉？难道那边出了什么事？到处都是怪物，队长到底在哪里啊？这次石洞的范围怎么会这么大？在安全区的我们也被吞进来了。阿萨内修斯，
你居然想独吞心脏！我还不知道，你做中仆上瘾了，任凭他的差遣，虔诚地跪在他的脚边，亲吻他的脚趾。难道你就没打过心脏的主意？我的攻击迫使阿斯莫德提前醒来，显然他还没有完全控制这具身体，这正是我们最好的时机。你是想……恶魔最擅长隐藏、欺骗和操控人心。小兰，你是谁？是恶魔。黑泽尔布尔金，该死！让他们用构筑的记忆堡垒轰然崩塌，让人类如同提线木偶般自相残杀。我们只需要为这厮杀奏乐。小兰，是我，小兰，别过来！我浑身沾满了血，几乎都是你的。你想干什么？当着我的面！还不明白吗？我马上就要无法控制自己了，不能让阿斯莫德醒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可是你答应过我，事关所有人的未来，这已经不是你我的事，黑泽尔。当我被阿斯莫德控制的时候，当我彻底忘了你的时候，我就不是加南诺伊斯了。能在最后的时刻与你重逢，已经是命运对我的馈赠。你不明白，再拖下去，你会死的。如果把这些幻想当真，我就会立刻踏步，跌入这熔岩之中。阿斯莫德可是最善于迷惑人心的恶魔。杀了我，杀了我，黑泽尔！我终究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那张字条所写的“寄生与拯救的天平从不倾斜”，这边要挣脱绝望，那边就要完成同等的代价。一个更加无畏深渊的灵魂，原来是这样，要借助红月的力量。胜负已分，是时候去撕碎那些幸存者了。总算是找到你们了。又是巨响，是石洞深处那边传递来的。快去找加兰他们。是你不明白，我怎么会让你在我面前死去？我将带走你所有痛苦。不，红月马上就要结束，我相信你有能力把恶魔封印在石洞。黑泽尔，号外号外！我们取得了胜利！女王陛下将举行为期1个月的庆典，我们将告慰英灵，迎接和平时代。听说了吗？全城的酒馆免费续杯呢，是吗？那我可要喝个够。小朋友，你的花都卖完了吗？刚才有人拿他的袖扣换走了我所有的花束，人们都在隔壁街道庆祝呢。叔叔你呢？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呀，距离那场灾难已经过去整整2周了，现在到处都是庆祝的人，可我的妻子和孩子在灾难中去世了。有的人迎接新生，有的人却变成了行尸走肉。真是惊险！你注意到当时石洞中的一声巨响了吗？无数恶魔像蜂群一样涌入他们的巢穴，我们的咒语编织成网，飓风撕开结界。我的耳朵发麻，膝盖在打颤，我以为要被风带走了。不过，总算能迎来一段安全的日子了。好了，伤员们，到了检查时间，该回病房了。队长，你的腿怎么样？还是没有知觉。看来是要休养好一段时间了。你去过加兰那里了？
他现在怎么样？整整2周了，看到的还是那个老管家。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们都知道原因，队长，他那么厉害，会不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呢？这是我们从没遇到过的。尼尔，你刚才去哪儿了？我刚才……那封信，您还是不打算看吗？他留下那封信的时候，你早就知道他的决定了吧？他总是这样，擅自决定一切。您要去哪儿？别担心我只是去完成一个约定。如果尼尔他们问起，现在应该叫梅菲尔德了，让他们别担心。可，你也是，我心里清楚，我这条命是他给的。我开始迷茫，时间对我来说变得煎熬。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的约定吗？要是身体好了，有什么想做的事或者想玩的地方吗？想做的事，要我说，在水里，这样很不错吧？哼，我去的时候才不会叫你。那就等你想的时候再开口吧。现在想让你来，我到底在期待什么？佳兰，没错，我回来了。别哭了。你居然就这么把我丢下了！佳兰，佳兰，黑泽尔，我在。你刚才一激动晕过去了，这不是幻觉。我不会消失，难得你这么主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耍嘴皮子？别再流泪了。我忍不住。被恶魔附身的那一瞬间，我才明白你是多么的痛苦。我觉得那些安慰都变得可笑。黑泽尔。